大商末年，人间烽火四起，诸侯割据，北境3日血战，尸骨铺满野狼谷。天上缠结2教暗部杀局，地下妖魔10人精怪横行。仙人一剑可斩100丈妖躯，妖魔一怒可吞1000军血肉。而凡人，我本以为凡人的命只能被神仙随手碾碎，直到我在死人堆里见到了一个少年，他叫杨戬，未来他会劈山救母，杀上天庭。可现在他只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孩子。我决定送他去拜师，哪怕前路是妖兽，是仙门，是天命。可我没想到，杨戬的第1道死劫，竟然来自他未来的师门。8年了，我当了8年的凡俗大头兵，天天在泥潭里打滚。结果你现在告诉我，天上那些飞来飞去的不仅是仙人，还是随时能引发天地大劫的产劫2教大能。那如同天神下凡般的场景，彻底粉碎了我这8年来引以为傲的武道骄傲。有仙人斗法，有妖魔横行，在这样一个浩瀚恐怖的世界里，我这种所谓的凡俗武夫巅峰，连给天上那些神仙妖魔塞牙缝都不够。小子，别紧张，我不是敌人。这仗已经打完了，你在干什么？他们刚才分给了我半个干粮，老道士说过，受人恩惠，当报。我不能看着他们被野狗啃食。在这样一个命如草芥的乱世，为了一点干粮的恩惠，在这倒下人堆里费力刨坑埋人。你叫什么名字？杨戬。杨戬，额头绑着布条，布条下藏着天生神医的树眼。你要去哪儿？我要去玉泉山。玉泉山？干什么？找仙人，学法术。我娘被压在桃山底下，等我学会了法术，我要劈开那座山，把我娘救出来！实锤了，全都实锤了！桃山救母，玉泉山拜师！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古代乱世，这里是神仙满天飞，因果大如天，一不小心就会灰飞烟灭的封神大世界。而眼前这个看起来像叫花子一样的可怜少年，就是未来那个大名鼎鼎、肉身成圣、威震3界的天庭战神二郎显圣真君。大道反哺系统正式激活。系统，穿越者的标配金手指，迟到了整整8年，终于在老子快要在绝望的时候到账了。大量信息如同潮水般涌入林玄脑海，大道反哺系统，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宿主可以通过改变核心人物的命运轨迹，从而获得因果点。当前绑定新手大礼包，绝对天机遮眼，圣人之下无人能看透宿主根脚命数。初始因果点100点，只要有因果点，凡俗动作就能升华成大道，扫地能扫出神通，劈柴能劈出剑影，改变核心人物命运，参与因果，这大腿不就在眼前吗？按照原先的轨迹，杨戬这一路去玉泉山，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差点被山里的精怪生吞蛇剥。从这里去玉泉山，足足有万里之遥，中间要穿过猛兽横行的10万大山，还要渡过毒瘴弥漫的恶水。就凭你现在的样子，
别说去玉泉山拜师，今晚就得变成野狼的粪便。我不怕倒下，就算是用爬的，我也要爬到玉泉山。有骨气。刚好，我当兵的期限到了，也厌倦了这无休止的打仗。小子，相见结识有缘，既然你要去寻仙，那我送你一程如何？你为什么要帮我？非亲非故，这一路危险重重。因为我也想看看那传说中的仙人到底长什么样子。而且有我这个大伤边军第100副长在，至少能保你不会在见到神仙之前被凡间的野兽啃成骨头。大恩不言谢。若杨戬日后真能学得仙法，定保大哥一世平安。检测到宿主改变杨戬前期孤身寻仙的命运轨迹，因果点加50，当前因果点150点。这就赚到了。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天马上就要黑了，这死人堆里血腥味太重，很快就会引来大批野兽，我们必须立刻离开。妖兽，他虽然天生神异，但现在终究只是个12、13岁的少年，哪里见过这种传说中才会出现的吃人妖魔？8年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本能，让我在面对死亡威胁时，大脑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冷静。小孩，躲到那块大石头后面去，我不叫你，千万别出来。林大哥，你快跑吧，你打不过他的。那是吸了日月精华的妖怪。跑？往哪儿跑？2条腿的凡人，怎么可能跑得过4条腿的妖兽？闭嘴！给老子藏好！换做普通的士兵，光是这股气势，就足以吓得双腿发软，引颈就翅了。但我可是大伤边军的第100虎长，我这一身巅峰的凡俗武力，是在成千上万次的生死搏斗中淬炼出来的。杀！这妖怪也不过如此。然而，我低估了这妖兽的生命力，腹部的重创不仅没有让他倒下，反而彻底激发了他的凶性。不好，是法术，速度太快了，我根本来不及完全躲闪，只能拼尽全力将手中的青铜长刀横在胸前。难道我林玄的寻仙之路还没走到玉泉山，就要夭折在这荒郊野岭了吗？不，老子连系统都等到了，怎能倒下在一头连名字都没有的低阶畜生手里？我不甘心！孽畜，给我死！林大哥，你别死！哭什么？老子命硬得很，阎王爷还不敢收。林大哥，你的救命之恩，杨戬此生绝不相忘。若我能上玉泉山学得仙法，以后我就是你的刀，你指哪儿，我就杀哪儿。谁敢伤你，我杨戬定叫他神魂俱灭。虽然痛得要命，但这波血赚。行了，别跪着了，过来搭把手。这就是仙凡的差距了。不过是个躲在深山中的不入流畜生，连化形都做不到。他甚至连一件法宝都没有，
可就是这样一只小妖，差点逼得我这个凡俗五符巅峰同归于尽。如果遇到天上那些腾云驾雾、挥手间翻江倒海的仙人呢？我引以为傲的武艺不过是一个笑话。我更加坚定了要踏上仙途的决心。我要把凡俗的记忆用系统升华成碾压一切的大道。接下来的3个月是一场如同炼狱般的苦行。这期间，我们又遭遇了几次低阶精怪，但有了第1次的经验，我依靠着设陷阱下毒草以及悍不畏死的搏杀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林大哥，你看，到了，历经9死1生，终于来到了阐教12金仙之一玉鼎真人的道场——玉泉山金霞洞。做到了，林大哥，我们真的到了。哪里来的凡尘蝼蚁，一身的浊气和血腥，竟敢玷污我玉泉山仙家清净之地！这位仙童，我们兄弟2人历经千辛万苦，从大商北境跋涉万里而来，只为拜入玉泉山，求取无上仙道。若有惊扰仙家清修之处，还望海涵。无妨，你既来此，便是与我有缘。修仙问道，讲究的是根骨、仙缘以及清净无为的仙性。你看看你自己，浑身上下散发着令人作呕的世俗浊气，你的双手布满老茧，身上还沾染着不知道多少凡人和野兽的红色痕迹。你这等红尘杀戮中打滚的莽夫武夫，还妄想求道，趁早滚下山去，免得惹怒了我。我林大哥才不是什么莽夫，他这一路为了保护我，拼死杀妖，差点连命都没了。你们神仙既然高高在上，难道就没有一点慈悲之心吗？放肆！区区凡尘小童，也敢在玉泉山放肆？清风，住手吧！在远泉山金霞洞，阐教12金仙之一玉鼎真人。你的心意我已知晓，只是你与这玉泉山的缘分还未到尽头。弟子清风，谨遵师祖法旨。相见即是有缘。既然能凭一介凡胎，穿过10万万大山，来到我金霞洞前，便说明你们命不该绝。额生先天神纹，体内隐蕴半仙之血，骨骼清奇，经脉天生贯通。这简直是亿万中无一的绝佳修仙道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戬。啊，哈哈哈哈哈！杨戬，好名字。你可愿拜我为师，入我金霞洞门下？贫道向你保证，100年之内必让你名震3界。仙长，您真的愿意收我？那我学了仙法，能劈开大山，救出我娘亲吗？只要你潜心修炼贫道的8、9玄功，假以时日，莫说劈山，就算是这9天10地，皆可去得，也大可去得。徒儿杨戬，拜见师傅。哈哈哈哈哈！好徒儿，快起来！师傅，这是我林大哥，这一路如果没有他拼死保护，我早就被妖怪吃了。师傅，求你也收下林大哥吧，他练武可厉害了，一刀就能劈落下好大的妖兽。我知道，自己的金手指绝对天机遮掩，正在发挥作用。他绝对看不穿我的系统和穿越者身份，但他能看穿我的凡人资质。徒儿，仙凡殊途，强求不得。此子骨龄已过20，体内经脉早已被后天浊气彻底堵塞，毫无半点修仙的灵根可言。更何况
他在凡尘中从军厮杀，手中沾染了太多的凡人鲜血，一身的世俗杀孽，因果缠身。若让他踏上仙途，不仅一事无成，稍有不慎便会走火入魔，沦为失血的魔头。林玄，贫道念你护送我徒儿有功，可赐你黄金100两，凡间延年益寿的丹药3枚。你拿了东西，便下山去吧。在凡间做个富贵翁，也好过在这仙门里蹉跎岁月。黄金100两，延寿丹，这就是高高在上的仙人对凡夫俗子的打发。在他们眼里，我这个大商边军的无敌兵王，就像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根本不配与他们这些美玉放在一起。如果林大哥不能留下来，那我也不拜师了，我要和林大哥一起下山。胡闹！因为我知道，这本来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而在我激活系统的那一刻，我就已经不需要他们的施舍了。仙长说的对，我林玄凡俗出身，资质愚钝，确实配不上玉泉山金霞洞的真传之列。但杨戬这孩子重情重义，若仙长强行赶我下山，只怕会在他这颗无瑕的道心上留一道难以磨灭的裂痕，这对他未来的修行，恐怕也是不利的。那你待如何？难道你非要厚颜赖在我这玉泉山不成？不敢，我林玄别无长处，但好在有一把子力气。我不求拜师，也不求仙法，我只求仙长能准许我在玉泉山做个不具名的杂役。这金霞洞外的3000级白玉台阶，我林玄全包了。既然你执意如此，贫道便成全你。从今日起，你便是我金霞洞的扫地杂役。但你要记住，没有贫道的法旨，你此生绝不可踏入金霞头内门半步。多谢仙商成全。检测到宿主已成功留在杨戬身边，成功改变剧情走向，因果点加200。除扫帚，绑定动作扫地，并开启大道反扑演化。开启，扣除100因果点，动作扫地已绑定。每一次挥动扫帚，将自动洗涤宿主肉身浊气，并凝练一丝微弱的大道清气。玉鼎真人，你说我杀孽太重，无缘仙道，那我就在这山门之外扫给你看。且看7年之后，是你那金仙妙法厉害，还是我这凡俗的扫帚更能扫灭这漫天神佛？距离林玄以凡俗杂役的身份留在玉泉山，已经整整过去了3年。哟，这不是咱们玉泉山最勤烦的林大百夫长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手滑了。林杂役，你既然这么喜欢扫地，那就劳烦你再重新扫一遍吧。记住，扫干净点，这可是仙花宝地，容不得一点凡俗的垃圾。挥动扫帚一次，扫去凡世尘埃。汇入4肢百骸，扫地熟练加1。当前境界，清风以为他在羞辱我，但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这3000级台阶上扫的，根本不是什么落叶和果核，我扫的是这天地间的灵气，是我自身的心魔与业障。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林玄已在3年间让身体发生质变。你这小子又逃早课。那些吐纳之法，我早就练得滚骨熟熟了。师傅今天闭关，我就偷偷溜出来看你了。林大哥，这是我这个月领的9转聚气丹，师傅说这是阐教秘药，能洗毛法髓，你快吃了吧，说不定能帮你重塑灵根。这3年来，这小子只要一有好东西，必定第一个往我这里送。在他心里，我始终是那个在死人堆里救了他一命的大哥。他觉得我在玉泉山当杂役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却不知若无他，我早已是路边的一具枯骨。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对你们那些飞来飞去的仙法没兴趣。这丹药你自己留着，争取早日把8、9玄功炼至大成，去救你母亲。可是林大哥，你每天在这里扫地，清风他们总是欺负你，我好几次想去教训他们，你都拦着我。难道你真的甘心一辈子当个凡人吗？谁说扫地就不能变强了？那行了，行了，快滚回去练功。要是被你师父发现，你把这么珍贵的丹药送给我这个没有灵根的废人，他又要罚你面壁了。哪怕是逆天改命，我也要让你长生不老！林大哥，你等着，等我修成神通，我一定把全天下最好天才地宝都给你找来！哼，傻小子，你林大哥我现在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强那么一点点。天命之子杨戬对宿主感恩羁绊持续加深，因果点加50，当前因果点3000点，涌泉山第3000级台阶尽头。是时候了，压抑了3年的量变，终于要在今晚迎来质变。系统，将所有因果点全部注入扫地大道演化。大道金丹，遴选不戒仙法，不磕丹药，硬生生凭借着一把破扫帚，扫出了完美的无瑕金丹，踏入了无数修仙者梦寐以求的金丹大道。终于到了这一步。玉鼎真人，你看到了吗？我这个被你断定毫无仙骨，只配当杂役的凡俗武夫，只用了3年，就走完了你门下弟子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好纯粹的半仙之血，吃了那个3眼小娃娃，本大王就能化身成龙了。玉鼎真人昨天刚去昆仑山听圣人讲道，现在玉泉山上全是一群纸上谈兵的小道徒，而这头妖气冲天的大妖，偏偏在这个时候冲着杨戬来了。阐教12金仙的道场也不过如此嘛。玉鼎老儿不在，今天这座山头就是本大王的屠宰场。把那个带有半仙之红色印记的3眼小娃娃交出来，本大王或许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妖怪，是千年大妖。清风师兄怎么办啊？师祖不在，我们会没命的。闭嘴！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往日的修仙者尊严与名门正派风骨，在绝对死亡威胁面前，被这群温室花瓜抛诸脑后。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有什么冲我来，放过他们。好精纯的红色印记脉气息，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呀！小娃娃，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那本大王就不客气了。8-9玄功，给我开！没有仙气飘飘，没有法宝护体，更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我看起来依旧是那个在玉泉山扫了3年地、毫无修为的凡俗杂役。林大哥，你快跑啊！这妖怪不是你能对付的。林轩，你是不是脑子有病？这时候你跑出来送死吗？还不赶紧滚远点，别连累我们！这3000级白玉台阶，我刚扫完。你弄脏了我的地，还在这大呼小叫，真的很烦人。
区一个连灵力都没有的凡人蝼蚁，也敢在本大王面前装神弄鬼，给我倒下！李大哥！大道至简，无需华丽剑法，无需繁复法印。我感觉到了，在那个凡人挥动扫帚的瞬间，有一股完全不讲道理的凌驾于这方天地规则之上的可怖的力量直接降临在了我的身上，那是降维打击，那是将一切归于虚无的大道清扫。不，大仙饶命！我一击，灰飞烟灭，连一滴红色印记都没能留下。所有人的大脑彻底宕机，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不可能！力气稍微用大了一点，还好没把台阶扫坏。大道金丹正在体内缓缓旋转，无声化解仙道未央。师祖，您终于回来了！刚才有一头千年大妖打破了护山大阵，差点把我们全吃了。为何不见千年大妖的尸体？连一丝妖气都没有。妖呢？敢在贫道道场逞凶，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贫道也要将他抽筋扒皮。那孽畜逃往何处了？没逃，那只妖怪被他给杀死了。谁？就是他，林玄。师祖，我们亲眼看到的，那只妖怪张开血盆大口要吃杨戬师弟，然后林玄就拿着扫帚随便这么挥了一下，那只小山一样大的妖怪就直接变成灰了，连根骨头都没剩下。清风，你当贫道是3岁小孩吗？他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经脉堵塞的凡俗杂役，用一把凡木扫帚，把一头能撞碎我护山大阵的千年大妖打得灰飞烟灭。你莫不是被妖怪吓破了胆，在这里满口胡言乱语，谁不敢劲儿？师父，清风师兄没有撒谎，不仅是清风师兄，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真的是林大哥用扫帚把那妖怪变没的。没有灵力波动，没有法宝气息，甚至连修仙者的神识都没有。你体内确有一股强大的气血之力，但那不过是凡人武夫锻炼到极致的肉身表现，在这等千年大妖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普通的竹子，普通的麻绳，这只是一把凡间最不值钱的破扫帚。林大哥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愚蠢！你们这群肉眼凡胎的蠢货，真以为是他一个凡人灭了千年大妖？师祖，您的意思是？哼，那千年大妖来势汹汹，岂是凡人之力所能撼动？刚才必定是有某位云游四海的上古大能，或者是哪位圣人门下的绝顶高手路过我玉泉山。那位前辈高人见妖孽逞凶，不忍我阐教道场被毁，于是暗中出手相助。那位大能只是借用他挥动扫帚的动作作为掩饰，暗中降下了无上神通，瞬间抹杀了那头妖孽。你们这群蠢物，居然真的以为是一个扫地杂役救了你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策！
原来如此，原来是有前辈高人暗中出手。我就说嘛，他一个臭扫地的凡人，怎么可能比师祖还厉害？脑补的好啊，不愧是12金仙，这想象力不去写小说真是可惜了。我还正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结果你直接帮我把谎圆得天衣无缝。这玉鼎真人虽然高傲，但他这种修仙者固有的傲慢和对凡人的轻视，反而成了我最好的一把保护伞。不过，你虽是凡俗之躯，毫无仙根，但在千年妖威面前，我这群修仙的弟子丑态百出，你却敢为了护着我徒儿，挡在大妖面前。这份胆识和心性，倒也算是个汉子。贫道赏罚分明，你护着杨戬有功。这枚玉简里记载着我禅教最基础的引气吐纳诀。虽然你经脉堵塞，修不了长生仙道，但若能将这吐纳诀练熟，配合你凡俗武夫的气血，在这涌泉山上延年益寿，强身健体，倒也不成问题。这门基础的修仙功法，正是我现在迫切需要的。多谢仙长赐法。行了，都散了吧。明日起，金霞洞封山所有弟子闭关苦修。林大哥，终于要踏上修仙之路了。引气吐纳诀果然粗浅，但我要的不是功法本身。系统，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获得仙道功法引气吐纳诀，是否消耗1000因果点？将引气吐吐压诀与基础动作扫地进行大道融合推演。融合推演。系统提示：扣除1000因果点，大道熔炉启动，推演中。系统提示：推演完成。恭喜宿主引气吐纳诀成功融入扫地动作。您的日常扫地动作已进阶为混元大道吞天诀。每一次挥动扫帚，不仅能洗涤自身，更将强行掠夺方圆100里内的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甚至天地气运，强行灌注己身。掠夺天地灵气，掠夺气运，这哪是什么吐纳法？这简直就是一部霸道到了极点的魔功。这是怎么回事？就像是外面有一头看不见的吞天巨兽，正在张开深渊巨口，贪婪地吞噬着整座仙山的气运。难道那位大能还没走？他要抽干我玉泉山的灵脉！这种感觉简直太疯狂了。爽，这哪里是修仙，这简直就是明抢。在混元大道吞天诀的运转下，我手中的扫帚仿佛化作了一个看不见的恐怖黑洞。前辈，哪位前辈高人驾临我玉泉山？还请现身一见。他能不颤抖吗？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自己道场里近乎1/10的游离灵气被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瞬间抽干了。这种强行夺取天地造化的手段，连他师父元始天尊都未必能做得如此悄无声息。
什么都没有。那股吞噬灵气的恐怖力量消失了，那个神秘的大能也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你刚才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异样？回禀仙长，小人一直在专心扫地。要说异样的话，刚才突然起了一阵怪风，吹得小人差点站不稳。莫不是要下雨了？怪风？是了，那种级别的前辈高人，怎么可能是一个扫地的凡人？那位大能必定是隐匿在虚空之中，路过我雨泉山，顺手借走了一点灵气。这怪风不过是大能施法时溢出的一丝余波罢了。幸好前辈没有恶意，否则我这金霞洞今日便要化作废墟了。什么叫灯下黑？这就是极致的灯下黑。谁能想到，那个惊动了太乙金仙，甚至可能惊动整个在阐教的神，此刻就站在他面前，手里还拿着一把破竹扫帚装孙子呢。检测到宿主成功用凡人身份蒙蔽太乙金仙，造成极大的因果反差，因果点加500。你笑什么？回仙长，小人是想有仙长这样的大神通者坐镇，哪怕是下雨打雷，小人也觉得无比心安。哼，凡夫俗子不知敬畏。今日起，涌泉山封山谢客。你这扫地的活不要停，若是那位前辈再来，切不可有半点怠慢，速速报我。小人遵命。让我给你监视我自己，这活儿我熟啊。玉泉山的灵气总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阵变动。玉鼎真人为了这件事闭关推演了无数次，甚至还在山门外布下了天罗地网的侦测阵法，但结果全是一无所获。而就在这位大能的眼皮子底下，我和杨戬这一明一暗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迎来了各自的疯狂蜕变。杨戬不愧是封神世界的气运之子，7年的时间，他将8九玄功练到了小成之境。他的修为一日千里，不仅掌握了72般变化，还开启了额头上的天眼，甚至连玉鼎真人都惊叹，这徒弟的天赋已经快要超过他这个师傅了。但我体内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丹田之中，那颗大道金丹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尊闭着双眼的金色元婴。但我的元婴与修仙者的元婴完全不同，他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天上日月的起落完全同步。我不修法术，不修飞剑，我只修我这具凡俗的肉身。毫不夸张地说，我现在就算站着不动，让清风那种级别的修仙者拿飞剑砍，他的剑挥断了，也未必能在我皮肤上留下一道白印。林大哥，接住！这是千年珠果，师傅昨天刚赏我的，能增加100年功力呢，快尝尝。味道不错，就是有点塞牙。他一直以为我因为没有灵根，所以吃再多的仙丹灵药也吸收不了，只能当个饱口福。林大哥，怎么了？昆仑山那边传来法旨了，殷商气数已尽，西岐当行，封神大劫彻底爆发了。师傅说，我命中的劫数已经到了，明天一早，
我就要正式下山，去西岐辅佐周武王伐纣，顺便寻找救出我娘亲的机会。封神大劫终于拉开帷幕了吗？这漫天神佛的绞肉机，终于要开始运转了。你要下山，这是好事。雄鹰总是要展翅的。林大哥，师傅说大劫一起，因果纠缠，为了防止玉泉山被波及，明天起，金霞洞将遣散所有的外门弟子和杂役。林大哥，我知道你在这玉泉山受了7年的委屈，你跟我一起走吧，去西岐，以你的兵法和武功，一定能建功立业。有我在，绝不让任何人欺负你。杨戬，你的路在9天之上，在封神台上，而我的路在凡尘俗世。我出来寻仙7年，也该回去看看当年那些生死与共的老弟兄了。至于建功立业，算了吧。我林玄现在只喜欢扫地。林大哥，保重。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就对着天空喊我的名字，杨戬哪怕粉身碎骨，也定会赶来相见。去吧。7年扫地无人问，一朝出山动乾坤。